鬼月禁忌很多，我最怕这个。2026年7月，台北的林雅在出租房半夜剪指甲，发生了一些怪事。她坐在鏡子前盯着自己很久，像在找什麼東西。你有沒有這種感覺？覺得裡面那個人不是你？他剪下去了，指甲斷開的聲音像骨頭折斷。指甲和骨頭成分差不多，都是角蛋白，但那個聲音不一樣。剪下來的東西沒有掉進垃圾桶，它粘在地板上了，而且還在生長。正常來說，角質層離開人體就死了，但這個它在活着。他感覺到痛了，剪掉的不只是指甲。抬頭再看鏡子，鏡子裡那張臉不太對勁了。他死去母親的表情在他臉上浮出來了。他開始動了，沒有腳，沒有翅膀，但他知道方向。指甲碎屑自己拼起來了，形狀像某種東西的胚胎。他想叫不出來，想跑不動。那個東西從腳踝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他只剩眼睛能動。他停在他胸口了。鎖骨正下方，正對着他的臉。他不是累了才停，他在等下一步。那一步就是他的臉。他的頭打開了，裡面不是腦子，是一整排指甲在磨。他在準備塞東西。整張皮完整脫了下來，沒有流血。最恐怖的是，它是清醒的，臉穿上了，不是貼上去，是長上去的。臉還是那張臉，但裡面的東西已經不一樣了。現在坐在那裡的，還是原本那個人嗎？跪在地上沒有臉，他變成一塊肉，一塊還溫熱的肉，半夜
真的不要剪指甲。你以为你在剪指甲，其實你在把自己的防備剪碎。鏡子外面坐住的這個東西，它還是你嗎？我覺得不太像。今天咱們講一個鬼月禁忌，非禮勿聽。晚上在外面走，聽到奇怪的聲音，噴水聲、滴水聲，或者有人叫你的名字。這個禁忌說的不是禮貌問題，是保命問題。清代山東萊陽宋家宅院，就有人因為聽到奇怪的聲音，回頭看了一眼，後果嗎？7天之後他回了家。這個故事檔案裡記了3個人的名字，一個老僕，一個長工，一個女眷。同樣的7天，同樣的結局，但過程一個比一個折磨。第1天晚上，老僕照例起來上廁所，這條路他走了20年，閉着眼睛都能走。然後他聽到了噗噗，像是什麼東西在吐水。正常人都會好奇嘛，但是檔案裡說那個聲音是在等人聽見。他看到了一個3尺高的老太太，禿頂穿着濕透的衣服，對着老槐樹吐水。他轉過頭來了，他那個轉法不是人的轉法。然後噗，那個東西直接噴到了他臉上，不是水。第2天早上，老僕死了，七竅都在往外滲東西。大夫看不出來是什麼，他沒見過。宋家有個長工叫趙大，人高馬大，從來不信這些東西。他說老頭是自己嚇死的，笑話了幾句。他以為這事就這麼過了。當天晚上，他決定去守夜，拿着鋤頭說要看看是什麼東西在裝神弄鬼。第4天晚上，趙大真的去了，拎着鋤頭站在那棵槐樹底下叫囂。他以為他能跟鬼打一架。出來！出來！他一鋤頭揮過去，沒打着，鋤頭從他身上直接穿過去了。他不是屍體。然後噴了，噴在他的右胳膊上，那不是水，是腐蝕液。趙大撐了3天，右半邊身子爛了，他還在廚房裡想用水沖，但他不知道他流出來的東西比水還毒。同1天傍晚，宋家女眷柳詩去井邊打水，她從水面上看見了那個老太太。
柳氏當晚開始聽見滴水聲，只有他能聽見的聲音。他擦鏡子，水珠從鏡子裡面滲出來。第6天夜裡，柳氏在睡夢中開始學那個聲音，噗噗，像吐水一樣，他自己不知道。趙大沒能撐到第7天，他死在了廚房裡。他說過不過是死老頭子自己嚇自己，最後他的嘴裡也在往外流那個東西。槐樹底下的土全黑了，像是一個人躺過的印子。那個老太太，她不是從別處來的，她一直在這棵樹下。第7天早上，柳氏坐在床邊，耳朵裡面開始往外流了。她已經不再害怕了，她已經不再像人了。當天下午，柳氏也走了，七竅腎液通通流了出来。你們記得嗎？第7天了，他回家了。那個老仆頭7回魂，他回來帶走了一個。宋宅那口井後來被填了，老槐樹被砍了，所以鬼月晚上在外面听到什麼奇怪的聲音，噗噗，克制一下好奇心，不要去找，不要去看。我是林老先生，我们下期見。有些夏天被永遠鎖在錄影帶裡。年輕的時候，總覺得夏天很長，溪水很涼，身邊的人會一直在。那時候的喜歡，不用說出口，鏡頭會替你說。他遞過來的東西，他後來保存了很久很久。有些話錄影帶沒錄到，但水記住了。水底的東西醒了。
不是招招妓女，是重逢。他想留住。这卷报纸我们不打算还給家屬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回到異聞誌。今天我們要講一個非常可怕的真實故事——陰界庇護所。這個故事發生在哪裡呢？就在2026年，台北市大安區一棟非常普通的6樓國宅裡面。歷任租客都看見過它，但沒有人碰它。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。農曆7月，鬼門開，有很多禁忌，比如說晚上不能吹口哨，不能亂拍人的肩膀。但其中有一個禁忌是大家最容易忽略，但也最危險的。那就是絕對不能在室內撐傘。為什麼不能在室內撐傘？尤其是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封閉空間裡面，因為你以為你只是在晾乾雨水，但其實當傘面在這種封閉空間裡撐開的那一瞬間，它會形成一個完美、密不透風的陰界庇護所。他們會覺得，哦，這裡好舒服，好安心，就像回到了家一樣。所以，你以為撐開傘只是為了讓水滴乾，但你永遠不會知道，那片黑色的傘布底下，此刻正站着什麼東西。看到了嗎？他就站在那裡。所以說，各位鬼月的時候撐過雨的傘，寧可把它放在陽台或是門外，也不要為了省麻煩在家裡把它撐開啊。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邀請進來的會是什麼樣的鄰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是這樣，我們下次再見。
編自公元161年，已監制《惡鬼市》。宋代肉包。鬼市里面什麼新奇的好玩的都有，就缺一个好奇贪吃误入的恶鬼，也許是惡人。洪邁在已監制寫過，誤入惡鬼市的人，總以為自己買到了人間美味。那些熱氣騰騰的幻想，全是墳冢裡爬出的屍斑與怨氣。交易完成，你的靈魂已成為商品。當價交換，肉體就是唯一的貨幣。吃下惡鬼的肉，你就是惡鬼市的下一個新奇玩意兒。客官，小的這就走，您消消氣。